电芯强，管理稳，性能却不敢放开跑。这也正是它看似完整却让人遗憾的地方。所以这是一台有实力却被结构策略约束的产品。各位们大家好啊，咱们上期测完这块小米的金沙江充电宝，评论区就直接成了战场啊！米粉说咱们不懂米，网友说咱们太客观。但兄弟们，数据是冷的，它不会撒谎。有线13瓦，无线掉功率，3分钟就衰减。咱们不是喷，这是事实，它就是一个5瓦的慢充无线充电宝。所以今天咱们不吵嘴，不讲情绪，直接开盖，让电路自己说话，看看这块299的超薄磁吸奇迹到底是藏了真功夫还是藏了妥协。充电宝拆解有爆燃的风险，会引发火灾，请大家不要模仿啊！这句话我们每期拆解视频我们都要讲一下，强调一下。铝合金的外壳我们直接用撬棒把它撬开，这里面覆盖了大量的双面胶，我们先加热啊。加热以后就可以顺利的把这个盖子打开。后壳材质为玻璃纤维的，里面还配了一层钢制的衬片。这根排线就是内部的磁吸线圈上面的。电池表面我以为是石墨烯导热贴，结果不是，这是一张缓震泡棉。无线感应排线在这个地方，这一根排线是一根 NTC 热敏电阻啊，从这个空隙塞到主板下面，用来检测温度用的。卸掉螺丝，把电池底部滴入解胶剂，取下电池，然后这个主板就顺着一起下来了。充电宝的按键侧面有缓冲泡棉，主板底部是一张麦拉片，也没有贴石墨烯啊。这个壳体 CNC 工艺一体雕刻出来的。这个电池就是这个充电宝的卖点，上面有 ATL 的标识，属于宁德系的产品。电池的接耳是通过点焊连接的，电池标注容量4900毫安。主板正反两边都打了3防漆，麦拉片加石墨烯的一个导热贴把它取下来，上面的磁吸线圈通过排线连接到主板上。磁力不行，就是因为都是用的超薄的磁铁，磁铁厚度仅为 0.4 毫米啊，所以说这个磁力不怎么行。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拆下来的这些模块，然后再来给大家介绍内部的电路及元器件使用的情况。这个充电宝整体走的是一套高度集成的国产方案，电芯、主控、电源管理、无线模块都齐全，真正的高能量密度的硅碳电芯，标称参数不低，理论上属于当下轻薄类充电宝的上限。主板这边的配置也挺不错，它采用的是一整套集成度很高的国产功率管理方案，无线、有线、电池管理全靠几颗芯片互相协作。但是在这种超薄封装里，电芯、散热和管理车列之间往往是三者互相牵制。从架构上看它是能打的，但实际表现嘛，咱们前面测试的数据已经告诉大家，性能不是靠名字堆出来的，所以这部分咱们不直接下结论，接下来我一步步给大家揭开真相。电池及保护电路，电池部分小米这次用的是 ATL 的聚合物锂电芯， ATL 全称宁德新能源 ATL， 成立于2008年，注册地是在香港，是全球领先的高能量密度聚合物电池制造商。这个电芯标称容量4900毫安时，能量是 18.58 瓦时，属于典型的高能量密度硅碳负极设计。关于这个电芯，咱们视频后面再讨论。电池保护部分用的是上海蓝星科技的 SC5613 系列单串保护芯片，2颗保护芯片并联使用。蓝星科技2015年成立，主营电源管理与电池保护 IC。主保护开关管2颗来自江苏长金科技，型号为 8208A， 超薄贴片式设计。长金科技2018年成立，主营分立器件与功率模式管。
电池端的采样电阻同样是采用的黑色超薄贴片式结构，配合保护芯片做电流采样与过流检测。整体来说，这套保护体系还是不错的，双保护芯片、双 NMOS 低阻采样的配置，把安全放在首位。但是保护策略过早的介入，限制功率。换句话说，它的电池是好的，保护也是足的，但是稳的有点太过头，牺牲了持续功率表现。主控与无线升降压电路。主控部分，整机采用的是上海福达半导体的一体化电源管理方案。福达半导体2014年成立，总部位于上海浦东，专注快充、电源管理与无线充电芯片，是国内较早进入高集成电源控制领域的厂商之一。主控芯片 NU1520 负责协议识别与整机的控制，芯片内部集成32位 MCU， 支持 PD 3.1 及 PBS 等丰富的快充协议。用在这里，协议做了精简，实在是不应该啊。升降压核心是 NU6803， 为一颗高效同步降压充电芯片，完成电池与输出口之间的双向功率转换与路径管理。无线功率部分使用的是 NU1671。芯片内部集成30伏高效同步整流器，支持最高80瓦的无线充电应用，整合了整流、稳压与通信控制功能。福达半导体这3颗芯片协同工作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国产快充与无线充电管理体系。功率驱动级采用的是深圳微兆半导体的 VS3618BE NMOS 管，一共用了2颗，配合 NU6803 组成半桥升降压拓扑结构。微兆半导体2010年成立，主营高性能功率 MOSFET 与 IGBT 器件，4颗 mLCC 谐振电容构成谐振网络，实现无线能量传输。辅助电源部分，1颗北京盛邦微电子的 SGM2202 线性稳压器，专门负责为主控 MCU 进行供电。盛邦微2007年成立，专注于模拟集成电路设计。触控芯片采用的是湖南融合微电子的 RH6016CB， 用于无线充电功能的触发控制。融合微成立于2007年，主营触控与低功耗 MCU 方案。NTC 热密电阻用于主板温度的检测啊，它是通过这个空隙放在这个主控芯片的下面。简单来说，芯片没问题，架构也对，温控也有 ，MCU 策略又设定的非常保守，它本可以跑得更快，只是被自己的保护逻辑拴住了。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小米金沙江磁吸充电宝核心3要素：电芯、管理和性能。首先是给大家讲电芯啊，整个系统的基础就是这一颗宁德新能源 ATL 的高能量密度电芯。这个所谓的金沙江电池，其实就是 ATL 为它定制的硅碳负极聚合物电芯，只是一个代号而已。咱们把这个电芯的数据算明白一点，这个是我手上另外一颗 ATL 的电芯，同样是5000毫安级别的电芯。这一颗普通的67克，算下来它的能量密度是 74.6毫安时每克。代号金沙江的这一颗55克，4900毫安，算下来89毫安时每克。也就是说，这一颗电芯的能量密度比 ATL 的普通的电芯高了近 20%， 所以它宣传的高能量密度不是吹的。但是能量密度越高，发热和损耗就越敏感。在充电宝这种极限厚度下，热管理和保护策略就成了决定性能的关键。控制部分采用的是福达半导体的一体化方案，它负责整个系统的功率分配、协议识别以及充放电路径控制。架构还是很先进的，国产化程度很高。但是为了兼顾安全与寿命，小米选择了相对保守的功率，还剔除了一些快充协议。更关键的是，整机只有1颗 NTC 温度采样点，而且这个温度采样点是放在了主控 MCU 的附近，整机热源就在升降压控制器和这个电感区域。板子内部的铜箔导热是非常快的，温度会迅速的传到这一边来，被这个 NTC 热密电阻采集到，结果就是温度反馈提前触发，性能被保护掉了，功率被温控限制。这不是芯片问题，也不是电芯问题，而是整机的平衡没有调好，电芯的潜力被结构限制，功率被温控限制。最后就是关于文波，文波表现就是被体积限制的产物。整机的滤波几乎全靠 mLCC 阵列组成，没有铝电解或固态缓冲低频部分，而且这些滤波电容几乎都是0603的规格，容量有限，耐压偏低。在有负载升温环境下，这些电容的实际容值会随温度衰减，导致环路补偿区间变窄，文波抑制能力就会下降，就会出现我们测试中的波动的问题。总的来说，它的技术确实是先进的，设计也够紧凑，电芯强，管理稳，性能却不敢放开跑。
这也正是它看似完整却让人遗憾的地方。所以这是一台有实力却被结构策略约束的产品。这个小米的金沙江超薄磁吸充电宝，从数据到电路我们都看得够透了啊。它确实够薄够精致，也用了真材实料 ATL 的高能量密度硅碳负极电芯，福达半导体的一体化管理方案。从硬件层面讲，它不廉价也不敷衍，但问题就出现在系统平衡，整机的散热和温控设计过于保守，只有一颗温度采样点，却要管住整个主板和无线线圈的发热，结果就是功率上得快，降的就更快，有线输出几分钟就掉瓦数，无线充更像是应急体验。电芯本身性能强，却被安全逻辑压着，协议兼容精简 ，MCU 功率策略太谨慎，最终咱们测试到它的发热集中，功率不稳，技术是有料的，但发挥不出潜力。这款充电宝不是造假，而是设计妥协的产物。它想做轻薄与磁吸兼得，却被结构和发热约束住了手脚。如果你追求的是造型、质感、便携，它就够格啊，但是真当快充主力，它显然不行。真相已经摆在这里，值不值就交给大家自己去判断了。测是为了了解，猜是为真相，认真车载，客观输出。我是驴火车仔，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有你们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猜下去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